各位朋友，大家好。闯王李自成，大家一定不会觉得陌生。不管是在教科书中，还是在姚雪银先生所著的《李自成》中，李自成的形象都是光芒四射，都是高大上的。其实这也难怪，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历史教学都秉承着一个宗旨，就是农民起义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农民起义促使着地主阶级做出了一定的改变，这样历史才得以不断的向前发展。而李自成正是这种推动力的杰出代表。教科书和姚先生都会说，李自成身经百战，在他手里杀死了无数的贪官污吏，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提到李自成杀死的第一个人竟是他的妻子，他也是因此走上了造反的道路。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目中，李自成的形象可以说是深入人心。他身材魁梧，英姿飒爽，而且总是戴着那一顶熟悉的大毡帽。历史教科书和姚雪银先生不会告诉我们，史书中的李自成完全不是这副模样，他远没有那样的英武之气，而且就是他戴的那顶熟悉的大毡帽也是有颜色的，是绿色，深绿色。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李自成，聊聊这个人的边边角角，以及所谓的农民起义。首先呢，先说句题外话，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银先生，他塑造的李自成这个形象确实是有些高大上，但这也是作者当时所处的时代决定的。抛开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不说，平心而论，这本小说写的还是很不错的。姚雪银先生是得到了当时中国最有权力的人的支持，所以他曾经是如日中天。有一位中学老师到他下榻的宾馆去拜访他，两人见面以后，这位老师拿出了一大叠厚厚的文稿交给了姚先生，请姚先生勘正，并且希望能够得以推荐。姚先生只看了一下书名，书名写的是康熙大帝，然后就将书稿退给了这名中学老师，对他说，写历史小说需要有很多的历史知识的积累，这些历史知识绝不是一个中学老师能够具备的，而且从来没有康熙大帝这个说法，康熙也根本就不配称作大帝。两个人交谈是不欢而散，而这位中学老师并不灰心，他继续将自己的文稿四处推荐。终于有一天，这部叫做《康熙大帝》的小说被人看中，后来又拍成了电视剧系列剧。这名中学老师的原名叫林解放，后来他成名以后取了一个更有诗意的笔名，叫二月河。姚雪银先生将一个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流寇塑造成了人民的英雄，而二月河先生则将坐在龙椅上的高高在上的康雍乾三帝塑造成了千古一帝。所以难怪两个人的意见有分歧，他们之间的骂战在二月河成名以后仍在继续。或许他们都想证明自己想说的才是英雄。说英雄，谁是英雄？或许二者都不是英雄，都不过是捧出来的偶像而已。不好意思，刚开始就跑题了，咱们还是来说说李自成吧，说说他是怎么走向造反这条道路的。这就要从他的首位妻子说起。那时候的李自成还是一名驿站的驿卒，他娶的这个女人叫韩灵儿。韩灵儿长得很美，大家知道李自成所在的米脂县向来是出美女的，韩灵儿更可以被称为是美女中的美女。这样美的女人怎么会嫁给一个小小的驿卒呢？这是因为韩灵儿在嫁李自成之前已经嫁过2次，一次是嫁给了一名乡绅，一次是嫁给了一名书生，2次都是给人做妾，而且2次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被一纸休书休回了家。原因很简单，就是生活不检点。有这样经历的女人在当时来说是很难再被嫁出去了。但李自成不在乎，李自成是一个对美很有追求的人，在他看来别的都不重要，只要漂亮。所以韩灵儿就嫁给了李自成。李自成作为驿卒，经常是在外奔波，也很少回家。韩灵儿在家倒也算是本分，日子就这样平平淡淡的过去。那时候的李自成还戴着那顶熟悉的毡帽，不过是白色的。到了崇祯3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大明王朝的所有驿站要么被裁撤，要么被减员，
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李自成丢失了一份重要的公文。那么毫无疑问，下岗大军中，李自成已经预定了席位。明朝时期的驿站最早是用于军事用途的，是用来传递军事情报专用，属兵部管辖。驿站是在接到兵部的勘核文件以后，才能提供相应的服务。而到了明朝的中晚期，驿站已经退化成了专门为那些高官服务的招待所。不光是公事要用驿站，私事用的更多。官员们的家属、官员们自己回乡都通过驿站提供服务。顺便说一下，驿站提供的所有服务都是免费的，不仅仅是免费的，甚至有些官员在通过驿站服务以后，还向驿站勒索些银两。毕竟这些官员都比驿站的长官驿丞级别要高的太多了，这些官员驿站得罪不起，又希望能够巴结得上，所以自然是竭诚提供所需服务。谁都知道驿站所耗巨大，公器私用，但谁也不敢轻易的改革。万历期间，张居正也曾经想过堵堵驿站这个大窟窿，但是他从没想过要把它全部裁撤，他只是希望减少那些高级官员的优待。万历以后的几个皇帝也只能是在这方面修修补补，从不敢大动干戈。为什么呢？明记北略中的一段话道出了其中的缘由。祖宗设立驿站，所以笼络强有力之人，使之忙挑备赋，耗其精力，消其岁月，呼其口腹，使不敢为非，原有妙用。这段话可以说是一语道破天机。原来不裁撤驿站是为了维稳所用。那么驿站后来为什么又被裁撤缩编了呢？这说起来背后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有人说，一只在亚马逊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就可以在2周以后导致发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蝴蝶效应。所谓蝴蝶效应，指的就是初始条件的一点细微变化，都可以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链式反应。类似这样的蝴蝶效应，其实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起。在南宋期间，驻守在钓鱼台上的一名南宋的普通士兵，他看到对面的援军大营中有一个50多岁的胖子在那里指手画脚，不知怎么他就心生了厌恶之情，于是他就用投石机发射了一块石头。这种投石机的精准度还是非常高的，搞得好的话能够达到1/1000，但怎么也没想到，这块石头不偏不倚，正好砸中了那个50多岁中年人的脑壳。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蒙古的大汗蒙哥。蒙哥就这样死的是不明不白。蒙哥死了以后，这时候已经突破了长江第2道天险，他的3弟忽必烈火速回师大都，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回去晚的话，那么驻守在大都的他的4弟阿里不哥就将继承大汗的位置。而与此同时，正在发动蒙古帝国的第3次西征，这时候已经攻破了伊朗、阿拉伯半岛，兵锋直指埃及的忽必烈的3弟序列乌也停止了西征的脚步，他要看看大都的变化。蒙古人西进欧洲的扩张之路也由此终结，而南宋王朝也因此延续了20多年的国祚。这就是一个小人物、一个偶然事件引发的全球性的变化。还有在西汉汉景帝执政期间，汉景帝有一个妃子叫成姬，这一天呢，他被皇帝选中要为皇帝侍寝。这本来是件高兴的事情，但成姬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一天他来了例假。按照惯例，如果他这天有例假的话，他应该在自己的名字上面做一个标注，这样太监就知道他今天不方便侍寝。但因为成姬已经很多年没有得到汉景帝的眷顾了，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被选中的几率很低，故此呢，也就忘了在自己的名字下面做一个标记。但偏偏这一天他被汉景帝选中了，成姬无奈，如果他实言相告的话，那恐怕会落一个欺君的罪名，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那一天他想尽办法给汉景帝劝酒，把汉景帝灌的是酩酊大醉，然后他就让自己一位姓唐的侍女晚上的时候代替自己给汉景帝侍寝。汉景帝喝醉了，也没有分清躺在自己身边的是谁，但他毕竟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皇帝。那个晚上
他该干的事情都干了。等到一早醒来，才发现自己是酒后失身了。而这位唐姓的侍女也算是中了头彩，这次临幸以后，居然怀了一个孩子，生下来以后还是一个男婴。汉景帝嫌弃这是一个侍女所生之子，所以对这个儿子并不喜欢，但毕竟也是自己的骨血，于是呢，就将他封到了一个在当时来说还是穷乡僻壤的地方——长沙。这个汉景帝的不起眼的儿子叫刘发。过了几代人以后，长沙定王刘发的后代还有一位叫刘钦的，不过那时候正值王莽当政时期，刘钦不过是做了一个小小的县令，而且还过早的夭折了。他有2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儿子最终是推翻了王莽的新朝，重新延续了汉家的刘氏天下。这个人叫刘秀。崇祯皇帝这次裁撤驿站，其起因其实也是出自于一次偶然事件。话说呢，朝中有一名官员叫毛羽建，以前魏忠贤当政的时候，他曾经因反对阉党而被罢官，被轰回了老家湖北。后来崇祯继位以后，凡是魏忠贤被罢免的官员，大部分都被召回重新启用，毛羽建也在其中。临行之前，毛羽建对他的夫人说我去京城上任，等我一切安顿好了，就把你接到京城享福。可是后来毛夫人左等右等，也没有见到自己的夫君来接他。毛夫人脾气很大，毛羽建惹不起，所以在老家的时候，他从不敢提纳妾的事情。现在他自己独自在京城，夫人又不在身边，毛羽建身上的羽毛就算是长硬了。于是他就纳了一个妾，陶醉在了温柔乡中。不知道是毛夫人得到了什么消息，还是出自于女人的直觉，就在某一天，毛夫人突然驾临到了毛羽建在北京的府中。小妾的事情自然是败露了，毛羽建也被毛夫人好一顿收拾，毛啊羽啊都被拔光了，只剩下一个建字了。后来闹了一番以后，事态平息，毛羽建是痛定思痛，心里想，我这夫人怎么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来北京了呢？后来才知道是通过驿站，他的夫人请人帮忙，请兵部的人出了一份勘核。驿站知道这是御史的夫人，当然是大开绿灯，所以一路畅通，就将毛夫人快递到了北京。于是毛御史就将自己这次被修理迁入到了驿站，而且也确实发现驿站在管理上存在着问题，这样他就写了一份奏折。崇祯看了以后并不在意，因为驿站毕竟是属于组织，崇祯也不是小孩子，知道裁减驿站意味着什么，所以并没有理会他的这份奏折。毛羽建不甘心，他在朝中还有一名亲戚叫刘茂，他们2个人的亲戚关系呢还不算远，据说是拐了山路18弯以后就能攀得上。刘茂就给毛羽建出主意，说你要向皇帝进谏裁撤驿站的话，你要这样说。于是刘茂也递了一份奏折，说如果裁撤驿站的话，能够省下80万两白银，可以资助辽东的抗战。这么一说，就算是说到了崇祯的心坎上了。崇祯那时候缺钱呀，只要能搞到钱，什么后患他暂时也顾不上。于是就同意了刘茂的建议，并且任命刘茂主抓裁撤驿站之事。崇祯3年开始裁撤驿站，1年以后，刘茂向崇祯递交的成绩单上表明，他为国库节省了68万两白银。这68万两放到了辽东前线，不过也就是打一个水漂。但裁撤驿站对于大明帝国来说，则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些被裁撤的异族无路可去，纷纷加入了流民，甚至是流寇。这些人经常的走南闯北，对大明官场的运行程序又有一定的了解，所以这些人很快成为了各路民变队伍的骨干。本来那时候已经逐渐被平息的民变之火，如得风助，再次燃烧了起来。毛羽建后来因袁崇焕案株连，被罢职回乡，而那位刘茂在经病逝以后，棺木要送回老家，但是在路上竟没有人愿意为其抬棺，致使棺木在外逗留很久。李自成因为恰好在此时丢失了公文，所以他自然就在被裁减之列。失去了生活来源的李自成，这时候还背着一身的债务，而他的妻子韩灵儿此时被李自成发现，竟和城中的一位叫盖虎的人私通，他的老毛病又犯了。
盛怒之下，李自成杀了韩灵儿，后来又一不做二不休，杀死了自己的债主。但到了此时，李自成并没有想过要去造反，他还想给自己留条生路。于是他离开了故乡，跑到了西北去投军。因为他一向好勇斗狠，常年从事异族工作，又有一身的好力气，所以他很快在军队中得到赏识，被提拔为把总。但那时候辽东战事吃紧，西北军饷被严重的抽调供给给了辽东，军饷不足导致士兵哗变，走投无路之下，李自成才想到了造反。辗转投效了几路所谓义军以后，他终于投到了高迎祥的麾下。高迎祥号称闯王，李自成后来闯王的称号就是承自于高迎祥。李自成在高迎祥的军中得到了重用，被称为闯将。为什么称所谓的义军呢？因为我觉得这样的队伍对不起一个义字。中国古文中的义说得非常清楚，繁体字的义是上扬下我，扬者美善也。义的意思也就是我爱美善，义又通仪，应该做的事情就叫仪。那么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我爱美善，我已愿意做美善的事情，这才叫义。那些所谓的农民起义军，他们叫什么义？他们不过就是一些流寇或者称为民变的队伍。明朝因为统治者的腐败，民不聊生，老百姓是活不下去了，造反并没有什么不对。但造反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真的是解救万民的倒悬之苦的话，那的确可以称得上一个义字。而如果仅是让自己吃饱，让自己活下去，而让更多的人吃不饱活不下去的话，那不叫义，那叫抢。你获取利益的方式并不是想让别人也同时获利，而是想把别人的利益抢过来加在自己身上，这怎么能称为义呢？所以说呀，在明末那种情况下，造反无可厚非，但不能够被称为义。后世对这种行为也不应该过分的拔高。如果造反以后你取得利益的方式是通过抢夺别人的利益的话，那这就是不义，和明朝的统治者并没有任何的区别。这些所谓的义军领袖们想要做的，不过就是想与当时的统治者换个位置。当然了，那些明朝的统治者也没有什么要申诉要抱怨的。当他们将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地狱的时候，那么就应该想到一定会有恶魔出现。而且所谓的农民起义并没有推动历史的向前发展，正是这种内乱最终直接导致了清兵入关，导致了明王朝被清王朝所取代。这是一种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的征服，这绝对不会是历史的进步。后面的历史进程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没有李自成、张献忠之流的帮忙，只有几十万的后金是不可能战胜像明王朝这样具有上亿人口的庞大的帝国的。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因此说李自成是中华汉民族的罪人，因为李自成自己就不认为自己是汉民族的人。他2次封王、2次追封的太祖皇帝都是李继迁。李继迁是当年西夏党项族的首领，也是李元昊的爷爷，自称出身于鲜卑族的拓跋氏。李这个姓是后来中原皇帝册封的，他本来应该姓拓跋。李自成本人就出生在李继迁寨，那个地方历史上就是西夏人的聚居之所。据明史记载，自成为人高颧深凹，痴目歇鼻，声如柴，姓猜人。意思就是说他的相貌是颧骨突出，双眼像鹰一样，而且鼻子是仰鼻，这些相貌确实是有异族人的特征，所以很有可能李自成就是党项族的后裔，要不然的话他也不会追封党项族的李继迁为太祖皇帝。如果他只是想攀附一个姓李的皇帝的话，那为什么不找一个姓李的汉族皇帝呢？说到农民起义，忍不住呢又要多说几句。大家一定注意到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后期都会爆发规模庞大的农民起义，动辄就是几百万的造反大军，这几乎成了王朝更迭的规律。如果我们查看世界历史，会发现这种现象实际上是中国独有的。西欧到了公元8世纪以后，才有了一些零星的所谓的农民起义，而且这些起义没有一个是以推翻政权为目的的，
和中国的农民起义动辄就是杀到东京夺了鸟位的那些农民起义相比，西欧的这些起义更像是一种社会抗议。欧洲历史上也没有一个王朝是因为农民起义被推翻的。我们说中国农民起义爆发的原因总要归结于一点，就是土地兼并。就是说那些大地主大权贵们占领了大量的土地，使得老百姓没有了土地可以耕种，失去了生活来源，所以不得不起来造反。所以一切的错都归结于那些大地主们。这样的话，杀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虽然不能说是合法的，至少听起来合理了很多。但现在有很多学者，包括秦晖教授以及张宏杰先生，如果真的是因为土地兼并的话，那么就有一些现象无法解释。比如说，通常说王朝末期土地兼并现象特别的严重，那既然土地大部分被兼并，剩余的土地越来越少了，那自然就应该意味着土地的价格应该是越来越高。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王朝后期的土地变得越来越便宜，甚至有的农民想把自己的土地送出去都没有人要。在史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村野余奴之民以有田为货，欲与地白富人而莫可推，地之价贱者亩不过1两钱。为什么土地都建成这样了，依然没有人要呢？再有，明朝时期北方是以自耕农为主，而南方呢则是以佃户居多，也就是说北方的人大部分拥有自己的土地。那为什么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竟然是爆发在了中国北方，而并不是佃农居多没有土地的南方呢？学者李君丽曾经写了一篇论文论述了这方面情况，他得出的结论是，并非是土地兼并造成了流民现象，而是民先逃跑，而后土地才被侵占。那么民为什么要舍下自己的地跑呢？很简单，是因为税赋和地方官员不断加码的压榨，所以应该是官逼民反，而不是主逼佃反。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应该是官府和农民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大家还记得《水浒传》中的智取生辰纲吗？那不就是一个地主率领着几个农民抢的官府的钱财吗？大家再想一想，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农民起义的时代？还真有。先秦时代，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战争纷乱，民不聊生，但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农民起义。第一次我们了解农民起义是从秦朝陈胜吴广大起义，从那以后就从未间断过。而我们翻看世界历史，也会发现法国的农民起义全部都是爆发在波旁王朝期间。在俄国，在莫斯科公国统一了俄罗斯，建立一个统一政权以后，他就囊括了历史上所有的民族起义。秦朝、波旁王朝、莫斯科公国，他们建立的制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专制制度。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农民起义实际上是专制制度的衍生物，是伴随着这种制度而来的一种必然。其实中国古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领先于欧洲的。比如说在元明清以前，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权力的游戏》这部戏。这部剧的历史背景应该反映的是公元5世纪到公元9世纪英格兰历史上的七国时代，而这段时期的后半段正好是处在中国的唐朝时代，大家就可以对比一下。从那部剧中我们看到当时的英格兰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街道、他们的首都与同时期中国盛唐时代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虽然生产力水平远远高于欧洲，但老百姓能够享受到的实惠却并不比欧洲多。据史料记载，中国古代人平均寿命是35岁，同时期西欧人的平均寿命也是这个水平，这与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不相配的。中国的老百姓在交完税收粮以后，手中所剩下的余粮，甚至比不上西欧的农民在交完税赋以后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粮食。中国古代官方规定的税率其实并不高，比如汉朝时期大部分时间是30税1，一般的朝代也都是12税1、15税1，这与当时欧洲的税赋水平是差不多的。但因为官员的层层盘剥，老百姓实际上要负担的税赋甚至是官方数字的几十倍。古代中国非常信奉法家的治国理念，
而法家的治国理念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民弱而国强，民愚则易治。统治者恶取了最多的权利，但却没有承担相应的义务，对于国民没有设置最低的福利保障。这也就是为什么遇到大灾年就会出现很多流民的原因，而流民的存在是最有可能诱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不好意思，又跑题了，咱们还是回到正题。李自成投靠高迎祥以后，因为他本来就是高迎祥的外甥，加之作战勇猛，所以深得高迎祥的信赖，被封为闯将。同他一起从米脂县出来的还有一个朋友叫高杰，而此时李自成在军中的地位已经高于高杰，高杰成了李自成的下属。此时李自成又有了第二位夫人，姓邢，邢氏。这位夫人呢，据说是李自成抢来的，识文断字，所以李自成呢就将自己军中的一些粮草啊、计算发放等这些事宜都交给了自己这位聪明的夫人。高杰作为李自成的下属，因为军粮等事宜经常有机会与邢氏接触，而邢氏据《明史高杰传》记载，也看中了高杰高大威猛的形象。后面的故事就不用多说了，邢氏和高杰都知道李自成的第一位夫人是怎么死的，那是被李自成杀死的。他们也知道，如果他们的事情败露的话，那么李自成也会用同样的方法对付他们，所以两个人就跑了。高杰干脆带着邢氏投降了明朝，在明朝那里，高杰得到了重用，被封为游击，后来竟然做到了总兵。他是南明政权的4大总兵之一，而且是4大总兵中实力最强盛的。高杰身上仍然保留着流寇的习气，他的部队可以说是走到哪儿杀到哪儿，对老百姓奸淫烧杀是无恶不作。明史评价高杰说他为人淫狠，就是又好色又滥杀。但高杰也不是一无是处，他在抗清的这一点上倒是一点不含糊，从来都是尽心竭力。清朝人曾经派了很多的明朝强将去劝降他，他都予以回绝。但最后他还是被另外一名已经决定投降清朝的总兵徐定国所诱杀。那时候的他已经是史可法手下的一员爱将，史可法对他的被杀感到非常的痛惜。但当邢氏希望让高杰与他的儿子能够拜史可法为干爹的时候，史可法却断然拒绝了。原因很简单，高杰的儿子那是流寇之子，怎么能做我的义子？后来高杰的儿子就拜了太监高启显为义父，再后来高启显强清，邢氏和他的儿子也一同投靠了清朝。此时的李自成已经被尊为闯王，他心中的怒火依旧升腾，而头顶却已是绿树成荫。我们大家最熟悉的李自成的夫人应该算是高桂英高夫人了，但其实高桂英这个名字并不是高桂英的父母起的，而是姚雪银先生起的。当时姚雪银先生在塑造高夫人的时候想起了穆桂英，所以就将她命名为高桂英。历史上关于高夫人的资料很少，大部分都是来自于野史。有人说李自成登基以后封她为大顺的皇后，也有人说当时李自成封的皇后是姓刘。李自成兵败的时候，高夫人并没有在李自成身边，这点也很令人起疑，为什么皇后竟然不在自己的皇帝身边呢？有史料记载，李自成在进入北京以后，宠爱上了一个叫窦美女的宫女。这名宫女是宫中的一名女官，确切的说，她是天启皇帝的皇后张皇后宫中的女官。李自成进宫以后就相中了她，封她为妃。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高夫人离开了李自成，这个就不得而知了。但肯定的是，在李自成兵败被杀以后，高夫人与他的侄子李过以及李来亨一起仍然坚持抗清斗争。高夫人后来被南明政权封为了一品高明夫人。至于高夫人最后的归宿，有史料说她是拒不投降清朝而自焚而死，不过也有人说自焚而死的高夫人实际上是李过的夫人，而不是李自成的夫人。有的史料说高夫人最后得以善终。至于那位后来被李自成宠爱的窦美仪窦女官，
在清兵攻入北京以后就下落不明。以上就是李自成生命中的这4个女人。李自成并没有儿女，他不仅没有儿子，连女儿都没有。而他的第2任夫人邢氏在与高杰在一起以后生有一子，所以呢，我们推测李自成可能在身体方面有什么问题，那样自然他也不会像金庸先生写的那样与陈圆圆搞在了一起，并生下了一个容貌天下第一的美女阿珂。教科书告诉我们，李自成是在湖北的九宫山被一群地主武装包围杀害的。其实那并不是什么地主武装，那不过就是一群农民。作为一个所谓的农民起义的领袖，最后竟然是死在了农民之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